M1 转向上，而且搭配 M2 第二次强力扩张，造就了当年最具爆发力的第二段喷出。如果当年的经验呢可以借鉴，那我们有很大的几率呢正处于财讯美股笔记将完整解读财经作家艾谢克在财讯双周刊的独家专栏内容，精准解析总经趋势与美股脉动。嗨，大家好，我是 Francis 陈队。进入9月份之后呢，虽然美股维持上冲下洗的格局不变，但是在金涨的情况下，道琼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也顺利再创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虽然呢比较疲弱，但其实呢离历史新高的差距也不到 4% 哦。随着联总会如预期在9月开始降息循环之后，接下来总体经济和股市会怎么走呢？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从通膨、就业、内需等等重要数据来跟大家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持续偏多的操作。那我们先来看通膨的部分好了。美股呢会在9月创新高呢，主要原因当然和联准会降息2码脱不了关系。那事实上呢，在这次的联准会会议上，降息2码呢并不是最需要关注的重点，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呢，联准会对于未来的经济展望。那其中呢，值得注意的最大亮点就是对于今年呢和明年的 PCE 通膨明显下调。那明年呢，不论是核心或是名目通膨呢，都将会回到通膨的目标区间。也就是说呢，通膨危机呢将正式解除。那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各种因素，联准会对于未来的通膨展望可能呢有点乐观。我们从图表中可以看到，目前主要通膨数据，不管呢是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还是进口物价指数年增率，8月的年增率呢都已经低于2027年2月份，还有2018年5月到8月的水准了。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因为中国的物价和国际主要原物料价格维持低迷，所以呢反映到这次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和进口物价指数其实呢远低于刚刚所说的2段时间。那换句话说呢，由于上游的生产者相关物价呢未来会持续反映到终端物价，所以未来的一段时间，不论是 CPI 或是 PCE 物价指数年增长，牵引的方向很大程度呢将会继续弱势。那除此之外呢，虽然8月最新的租金年增率还高达 5%， 但同期的资楼租金指数呢已经连续15个月年增低于 4% 了。那显示出呢，租金下修的数据呢还没有完整的传递到 CPI 指数上。当来自生产端和租金端的效应逐渐反映之后呢，未来的一年呢 CPI 很大几率将会保2失败。那这也暗示联准会这次的宽松循环强度呢必须扩大，以免通膨降得过低，导致经济衰退还有通缩。那在这一次的联准会9月会后展望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亮点，那就是针对未来3年的失业率明显的上调。那这也暗示呢，联准会已经准备将未来双重政策目标重心逐步呢从通膨转向巩固就业市场。刚好过去几个月就业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非农数据发生大幅的下修，那这个我们又应该怎么解读呢？虽然就业市场走弱可以帮助强化联准会的降息意志，但是如果进一步催化经济转向衰退，那可就不太妙了。那所以呢，我们赶紧来看就业的部分。最近市场担忧的美国新开职缺跌落了800万人大关，是股市9月份修正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事实上呢，这反而呢是一个好消息哦。从图表中来看，疫情后大幅飙升的职缺需求，造成这轮景气扩张期的就业市场过热，也导致就业市场的薪资通膨，也是这波短通膨循环的根本原因。那现在呢，回落到了800万人以下，正好呢和疫情前的最高水准差不多。换句话说呢，这个所谓的很弱的新开职缺数据，放到疫情前呢，反而呢是很强的表现。这意味着呢，就业市场的扩张呢并没有改变。不过疫情前的最高发展水平，当时呢没有造成薪资通膨的情况下，谱出强劲的经济增长，这也是目前经济最需要的。也就是说呢，现在这种状态会让整体经济有点热，又不会太热，是能够持续巩固金发少女经济周期的典型形态。那如果再进一步搭配更敏锐的初领失业金呢，就可以看到，事实上比较去年夏季，今年初领失业金人数的季节性上升幅度要来得轻微许多，显示呢整体就业市场景气呢其实稍微优于去年同期哦。而且呢进入到9月之后呢，初领失业金呢再创了17周的新低。
那从就业结构来看呢，8月就业报告中的长期失业比前一个月小幅下滑，长期失业的数据上升是目前就业市场的唯一隐忧。这个数据呢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在差不多同样的水准。如果之后呢能确认最坏的情况已经过了，那就几乎可以判定已经进入新一轮的就业扩张循环了。好，那在继续说明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财讯今年已经50岁咯。那邀请您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加入之后呢，不仅可以观看会员的专属影片，还有专属徽章和会员电子信。那更重要的是呢，能够支持我们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内容哦。就业市场问题不大，接下来我们检视内需的数据。图表中显示呢，个人实质消费支出7月份呢还维持在 2.73% 的高增长水位。非国防资本财的核心耐久财支出虽然呢近半年有些疲弱，但最新的7月数值呢已经又回到了 0.7% 的正增长。那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进口数据呢在2023年初处理之后呢，目前很明显的走出了一个上行循环。那这波拉动进口增长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呢就是资本财进口。资本财呢作为民间固定资本投资还有民众消费耐久财的先行指标，具有很重要的前瞻性。那美国资本财进口呢，从5月份呢的年增 8.8%， 上升到了6月份的 14.3%， 再增长到了7月份的 16.4%。当资本财进口成为带动美国进口的主力军，就会进一步确认我们在上一集的结论，美国经济越接近年底呢，扩张动能呢将会越强。那另外呢，这次 GDP 报告同步公布了美国企业盈利的表现。那从图表来看呢，可以发现，如果把2020年1月疫情前当作基准呢，目前标普500指数的表现和企业盈利的成长幅度呢是差不多的。那因为本益比在升息和降息循环的市场认知不同，通常股市在升息循环增长会低于盈余增长，像是2022年到2023年发生的事情。而在降息呢或是宽松循环，股市涨幅呢则会压过盈余增长。那从9月份开始呢，市场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息循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今年底前的回档呢，不管程度如何，都不会是一个长线的空头起点，修正呢多半会来得快，去得也快。综合以上我们提到的，我们可以清楚的得到结论，就是市场呢即将迎来一个通膨进一步降温，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持续扩张的友善环境。那这个呢，其实还不是最大的利多。未来半年到1年，市场最重要的主轴其实是货币宽松。那从图表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从俄乌战争突然爆发引起的强力货币紧缩循环，对于货币供应的收缩冲击呢，其实是近70年来很罕见的。那真的要类比呢，只能借鉴1995年到1998年的经验。当时同样处于生产力循环和景气成长期，可以看到联准会的升息循环同样造成强力货币紧缩效果。M1 狭义货币供应跌入深度衰退，广义货币供应 M2 呢也濒临跌落负值。而大约在 M2 落底向上强力回升到 M1 落底这一段呢，造就了市场的第一段喷出。而从 M1 转向向上，而且搭配 M2 第二次强力扩张，这段期间呢，造就了当年成长期中最具爆发力的第二段喷出。那目前呢，我们正处于 M1 货币供应落底回升和 M2 的二次强力扩张。如果当年的经验呢可以借鉴，那我们有很大的几率呢正处于走完第一段喷出，准备呢迎接第二段喷出的时间点。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并不是只有美国在进行宽松，欧洲更早就启动了降息循环了。除此之外呢，图表显示的欧元区货币供应3大指标呢，在超低基期的加持之下，目前呢都处于强力拉升的趋势。那从历史经验来看呢，欧元区的大幅宽松，不管呢是2011年到2013年、2014年到2015年，还是2020年到2021年呢，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外溢效果，造就了3个特大的美股多头走势。可以看出来，在总体经济数据没有问题，但是呢，欧美央行呢都采取强力宽松政策的时候呢，股市后续的行情呢可以说是遇小不易。那从现在开始的半年呢到1年之间呢，市场呢有机会看到从资金面带来的强力买盘，投资人可要好好把握了。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笔记。财讯粉丝们，您接下来的投资策略呢会偏多操作吗？ A. 会，趁股市拉回就逢低买进。 B. 不会，真的降息呢就是利多出尽，该获利了结了。 C. 不清楚，还需要观察。
那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你们的想法，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